你有没有发现，到了30岁、40岁这个节骨眼上，人生好像进了一个死循环。你每天起早贪黑，甚至连陪孩子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可卡里的余额还是跑不赢通胀。你追过风口，听过讲座，看别人炒股翻倍，你也跟着冲，结果成了被收割最狠的那颗韭菜。这种努力却无力的感觉，是不是像极了掉进泥潭，越挣扎陷得越深？很多人把这归结为命不好，或者没机会。但今天我要撕开这个残酷的真相。2023年，那个活了将近1个世纪的智者查理·芒格去世了。他这一生经历过1929年的大萧条，遭遇过中年丧子，体验过手术失败导致的单眼失明，甚至经历过濒临破产的绝望。可他最后怎么成了那个年赚几千万美金、坐拥100亿财富的赢家？芒格临终前留下了一道思考题：如果你现在一穷二白，甚至连下个月房租在哪都不知道，你该靠什么翻盘？答案不是教你如何选股，也不是教你如何投机。他用一辈子的血泪教训总结出了10个终身习惯。这哪是什么习惯啊？这分明是一张普通人在这操蛋时代里的生存地图。如果你正处在人生的低谷，觉得未来没光，请把这段视频刷完。我敢说，这10个习惯，只要你能真正悟透2、3个，你现在面临的那些所谓死局全都有解。第一个习惯，读书别读成书呆子，要把知识变成扳手。芒格常自嘲说自己是长了2条腿的图书馆，但大家发现没？现在的社会最不缺的就是读书人，缺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人。咱们很多朋友下班累了刷刷短视频，看几条所谓的干货，就觉得自己懂经济、懂政治了。那不叫学习，那叫碎片信息投喂。这种碎片化认知，除了让你在酒桌上吹牛更有底气，遇到现实问题一点用都没有。芒格怎么读书？他是在拆解逻辑。他看心理学是为了看人性在什么时候会掉坑里，他看历史是为了看权力的演化规律。他把每本书都当成工具箱，读完一本就往脑子里放一把扳手。在这个 AI 时代，知识本身贬值了，但判断力成了这个世界最贵的奢侈品。如果你每天还在用消耗性的娱乐喂养大脑，那你永远只能在底层打转。记住，认知浓度才是你和同龄人拉开车距的唯一燃料。第二个习惯，身体是你的杠杆底座，塌了就全玩完了。我们中年人最爱干的事就是透支，透支体力换 KPI， 透支情绪换所谓的人脉。芒格40多岁时，白内障手术失败，右眼瞎了，甚至还要学盲文。那时候他意识到一个极度深刻的道理，你所有的格局、野心、财富，其实都寄存在这副皮囊里。皮囊崩了，哪怕你账上有几百亿，也不过是数字。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，不熬夜，饮食克制，每天散步。这不是为了什么长生不老，是为了保持大脑的清醒。咱们很多老哥30岁的年纪，背着50岁的身体负债，等机会真的砸到你头上，你可能连伸手接的力气都没有。守住身体，就是守住你人生复利的底牌。第3个习惯，别老想着赢，先研究怎么能不死。中国人讲究开门红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发大财。但芒格的思维方式正好相反，叫逆向思维。他说，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，那我永远不去那里。这句话听着像废话，其实是顶级的生存智慧。他一生都在研究别人的失败案例。在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，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。你的首要任务不是寻找捷径，而是看清哪里是悬崖。芒格点明了3个破产黑洞：酒、女人和杠杆。前2个是消耗你的能量，后一个则是直接断你的后路。普通人翻身最快的方式，不是去碰那些看不懂的高收益，
而是离这些让你失去理智的东西远一点。第4个习惯，承认自己是个笨蛋，你才真的聪明了。这是最反人性的一条。中年男人最难的就是承认自己不行。芒格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我能有今天，是因为我承认自己是个傻瓜。人类的大脑天生充满偏见，越是有点小成就的人，越容易过度自信。你以为你是在投资，其实你是在赌博；你以为你是在创新，其实你是在盲目跟风。对抗这种偏见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每天反问自己：我是不是被情绪带偏了？承认无知，不是让你自卑，而是让你不再自我欺骗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自己才是最容易被你骗到的人。当你说出我不懂的时候，学习才真正开始。第5个习惯，清理你的圈子，远离那些让你变蠢的人。很多朋友觉得人脉就是财富，所以整天忙着参加各种局，换名片，加微信。但在芒格看来，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孤独。他说，决定你命运的不是你认识多少人，而是你不和哪些人来往。那些整天抱怨社会、贬低他人、传播负能量的朋友，就像精神寄生虫，会无声无息地吸干你的生命力。你的水平就是你最常待在一起的5个人的平均值。如果你身边全是拉你往下走的人，你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起来。别怕孤独，独处是蓄能，而和错的人在一起，那是慢性自杀。第6个习惯，先攒钱再谈生活。现在的消费主义都在洗脑，什么钱是赚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这话对，但那是对有原始积累的人说的。芒格从少年时代在杂货店打工起，就养成了量入为出的习惯。即便成了千亿富豪，他依然开旧车。为什么要攒钱？不是为了当守财奴。攒钱的真正意义在于，它能让你在面对不想要的工作、不想要的生活时，有底气说一个不字。很多老哥说，等我有钱了再存。相信我，这是最大的谎言。正因为没钱，才更要存钱。存款的厚度决定了你抵抗风险的高度。第7个习惯，累了就回家，家人是你最后的充电桩。芒格这一生经历过丧子之痛，经历过离婚的打击，但他后半生极度重视家庭。无论多忙，他都要回家陪孩子吃晚饭。咱们这个社会太卷了，卷到我们觉得陪老婆孩子是浪费时间，是在耽误事业。但你回过头想想，当你失意、落魄，被全世界否定的时候，谁会拉你一把？是那些酒肉朋友，还是那几个 KPI？ 家不是消耗你的地方，家是你的港湾。在家人身上投入的时间，会在你最难的时候，化作让你重新站起来的力量。别等老了才发现，你赢了世界，却成了家里的陌生人。第8个习惯，宁愿守拙，也绝不投机。年轻时的芒格有过无数次赚快钱的机会，比如搞个空壳公司，几个月就能赚1套房，他全都拒绝了。他说，人心里有一条线，只要跨过去一次，你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所有的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品的变现。巴菲特为什么敢把命交给芒格？因为他知道芒格永远不会在原则上妥协。现在很多人为了几万块钱的提成或者一点小便宜，就把信用卖了。这种行为在芒格眼里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越是世道艰难，你那点信誉就越值钱。第9个习惯，问问自己，这件事5年后还重要吗？芒格几乎不看电视，连巴菲特叫他去钓鱼他都嫌浪费时间。这老头是不是太无趣了？其实他是在算一笔账，时间是你唯一赔不起的资产。他有一个决策标准，做任何事之前先问自己，这件事5年后还重要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就立刻砍掉。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忙一些琐碎的勤奋，回无意义的邮件。
开冗长的会议，刷没营养的消息。这种忙碌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，把时间花在能产生长期复利的事情上，比如运动、读书、深耕一项技能。第10个习惯，终局思考，想象80岁的自己。这是芒格最顶级的智慧。每当你面临诱惑、迷茫或者想偷懒的时候，想象一下那个80岁坐在轮椅上回首往事的你，正盯着现在的你。如果你现在的决定会让那个老年的你摇头叹息，那就赶紧停手；如果那个老年的你会点头微笑，那就哪怕跪着也要把它做完。人生不是由1、2次大决定构成的，而是由这3万多天里每一个微小的选择累积而成的。芒格用99年证明了，改变命运的从来不是爆发力，而是这种日复一日对正确习惯的坚守。说实话，这10个习惯听起来是不是挺平常的，甚至有点像鸡汤？但这就是芒格最厉害的地方，他把简单而正确的事重复做了几10年。在这个时代，太多人想找暴富秘籍，想找快速通关，但我想告诉你，那些教你一夜翻身的，多半是盯着你兜里那点本金的骗子。这个世界的生存规则从来不是靠运气。你现在在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今天起你打算怎么过。今天的视频我打磨了很久，不为别的，就希望能给在这个中年泥潭里挣扎的兄弟们递上一把梯子。如果你觉得有那么一点启发，请帮我点个赞。最后，我想请大家在评论区写下一个你目前最想养成也最容易开始的习惯。我们不求多，先从一个开始。我是高维认知，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我想陪你一起做个清醒的读书人。咱们下期见。